当满级大佬来到新手村是一种什么体验？这群落魄武士怎会想到，这个长相平平无奇的男子，竟是昔日的刽子手拔刀斋？其刀法快绝，出手狠辣，被冠以千人斩的称号。剑心冲入敌群，刀法既快又准，没用几个呼吸就将对方全部荡平。可就是这样一位顶尖的刀客，却刚刚经历了惨败的局面。他的兵器逆刃刀竟被一个少年郎一刀斩断。剑心虽一时失意，但并未沮丧，因为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冷酷无情的杀手。可身为一个刀客，又怎能没有佩刀？剑心的逆刃刀乃是一代名将星井赤空所铸，他一路探访至此，却没想到赤空大师早已作古。剑心来到星井家中，向其子星井清空表明来意，请求他为自己铸刀。但清空却道如今已是和平年代，刀剑再无用武之地，他现在只造菜刀。剑心听罢并未强求，他缓缓将逆刃刀收起，虽是断刀，但他的收刀却仍很规范，这是一个刀客对刀的尊重。就在剑心走后不久，有一个长相酷似鹿晗的男子也来到星井家中，此人乃是10本刀之一的刀手，他料定赤空必有最后一把名刀存世，此行意在夺刀。剑心童心未泯，他买来一个小风车，想要送给清空的宝宝，却得知孩子已被刀兽掳走，竟要以其试刀。在古代日本却有试刀传统，是通过试斩来测试刀的锋利程度，多数是以尸体试刀，但也会存在以活人试刀，能同时砍断几具人体便称为几洞，3洞以上的往往被视为宝刀。剑心赶来神社，刀兽看到10字伤疤，认出了来者就是拔刀斋。他不仅丝毫不惧，反而挤眉弄眼，一副欠揍模样，因为他早已从志志雄处得知了剑心的兵刃一段，而他此行却是带了4把刀，其中之一的连刃刀同为星井赤空所铸，乃是后期型杀人刀。刀兽率先出手，横斩、斜斩、转身直劈、铁山靠、背身直刺，这招足够阴险，稍有不慎便会中刀。和刃位的背车刀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意在以背部做遮挡，使对手看不清兵器。回刀斜斩，中段横斩加下段斜斩加上段劈斩组合进攻，剑心以刀鞘格挡，随后抓空档重击右肋，双手刀劈斩，右腿高鞭爆头。刀兽攻势凶猛，剑心仅凭刀鞘对敌，稍显狼狈。他借助掩体灵活闪避，伺机挥鞘反击，却不料被刀兽抓起旗杆挡下。右腿中位扫踢，这一腿踢在了剑心左肋。善使腿法的武士当真少见，这在日本以往的剑戟片中也很少出现。剑心始料未及，登时踉跄后退，刀兽追上猛跃而起，单手刀直劈而下。剑心向后翻滚避开，刀兽跟上连续劈砍压制，剑心鱼跃翻滚避开了斩击，二人交手数招，而剑心却始终只用刀鞘。刀兽大感耻辱，挥刀劈面斩。剑心迅速向右闪避，在其一刀斩空之际挥出刀鞘重砸背，登时将刀兽击倒。此处剑心是空心刀鞘，若是换作实心，想必战斗已经结束。同时这里穿帮了，刀位置丙先飞，刀兽起身攻来，在贴身状态下，他以双手持刀缩短攻击距离，剑心一味防守，右腿下劈，转身腾空飞踢，这一腿力道很大，剑心重重飞出。剑心挣扎起身，讲起了他身为刽子手的过往。他身负罪孽，如今只求赎罪。刀兽听罢大感可笑，他颇感不耐烦，腰间双刀合二为一，他拔出了连刃刀。此刀一出，剑心再无胜算，仅凭刀鞘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右腿侧踹，剑心被压制的颇为狼狈，无奈只能利用周边环境打起了游击战。刀兽穷追不舍，但围栏内空间狭小，限制了连刃刀的挥砍。低位侧踹，夹臂过背摔，半摔，夹臂过肩摔，刀兽连吃几记重击瘫倒在地。这段打斗颇有些成龙电影的影子。剑心正欲救下孩童，却不料刀兽竟挣扎着再度杀来，二人僵持下一同跌落台阶。就在这时，清空自家中取刀赶回，正是其父存世的最后一把名刀。剑心接刀在手，摆出了拔刀术的架势。而此时神谷薰也已赶到，刀兽面露恐惧，但仍是嘴不饶人，甚至扬言要将婴儿一刀刀斩碎。但剑心却呆立在了原地，不杀之势使得他的内心极度挣扎。可剑心还是出手，他双脚蹬地如电般射出，一刀斩中了刀兽后颈，正是他的代表性杀招龙卷闪。刀兽已是必死的下场。剑心心如死灰，却没想到清空送来的刀同为逆刃刀，不杀之势竟没有被打破。学徒以为虽然刀兽没死，但实际上剑心已经变回了刽子手。当他望着逆刃刀惊诧时，便已表明他在出刀时就已认定了这把刀是正常刀。若他没有杀心，为何不在出刀时将刀刃反转，
剑心颤颤巍巍地走开了，这种充满悔恨、恐惧、失落的模样，不正如当年那个放下屠刀的刽子手拔刀斋吗？学徒认为这里还有2处不易被察觉的细节，那就是无论是神谷薰还是新井清空，2人都是自私之人。当剑心被刀兽重重踹飞时，清空口中呼喊的只有自己的孩子。当剑心为了救下他的孩子不得已杀掉刀兽时，清空仍是只担心孩子的安危，甚至没有一句感谢。对于神谷薰，当剑心起了杀心时，他口中呼喊着剑心不能杀人，可如果不杀刀兽，那么死的就是孩子。他处处为剑心着想，又何曾考虑过他人的危难？正所谓知小礼而无大义，生死关头最为考验人性。假面骑士安库最终还是败给了假面骑士电王，而剑心也得知了逆刃刀真打的秘密。此前赤空赠他的那把叫做银打质量较差，而真打制作精良，用来供奉神明。刀兽虽是志志雄不小，但2人间不过是利益驱使。几番拷问下，便将志志雄的火烧京都计划和盘托出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众人商议合力守卫京都，而另一边有一个善使2刀流的冷面武士，一路追踪剑心也到了京都。